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康社社立法委员林俊宪，大家好；资深媒体人理工男黄创夏，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陈同豪，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议员钟小平，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邵逸夫，大家好；财经专家徐庆煌。五告，大家好。好，那我们的主任好，在今天呢，今天凌晨开始，那已经解除了包括禁宰啦，所有这些，所以在今天，那很多观众朋友大概也很多人家庭里面就要去买猪啦，所有这些。当然，对我们来说，未来还要再过几个月，希望都没有任何一些的状况能够正式跟国际组织通报。那我们呢，还是维持所谓的非疫区。可是这个过程。政治的动荡是不是才开始？当然，那对于台中市长卢秀燕来讲的话，昨天紧急拆弹，那过程当中大家看到，包括3个局处首长下台，然后包括他的鞠躬道歉。那今天那是议会质询，因为那个报告昨天出来的报告是在今天议会整个要质询，在今天的时候，那卢秀燕市长再一次的道歉，来让大家看一下，让大家担心，我们觉得非常的不好意思，所以秀燕在这个地方先向大家鞠躬致歉。这次非洲猪瘟事件的发生，在整个虽然最后我们有锁住案场，让疫情没有外流，病毒没有外流，台中市其他的猪场猪只或者是全国的猪场猪只没有受到影响，但是在疫情的整个处理过程当中做得不够好，造成大家的辛苦，造成大家的担心。我身为市长，必须概括承受，所以也因此我深深的自责，也因此向社会各界表示道歉。来，庄家，从大家看到那大概整个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是从前2天开始，包括局处首长看到3个，然后包括这一次昨天就已经2次道歉了，今天再一次的道歉。整个来讲，那对于卢秀燕市长来讲，整个政治风暴过去了吗？基本上啊，首先天下无不是的是父母。所以妈妈永远不会有错，所以妈妈道歉，好多人就很感动哦。这个是一个所谓的台中市政府的市政顾问，前市政顾问，马上在昨天道歉的时候就开始发这样一个图了。而这个图里面呢，下属出包，卢秀燕扛责任，勇于道歉，哇，好感人哦。妈妈道歉了，可是她今天呢，因为她昨天是跟台中市民道歉，然后今天加了社会各界，可是她讲了一段话。必须概括承受。然后我们在政治人物里面必须概括承受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卡衰啦，我倒霉啦，不是我的错啦，是下面的人出包，让我身为妈妈，我帮你扛起来，是这样子吗？社会上能够接受叫做必须概括承受吗？所以非洲猪瘟开始已经昨天在运了嘛。大家看了新闻之后就充满了期待嘛，对不对？像我从挪威回来到现在，终于可以有机会吃到猪肉了，对不对？好感动哦！这个是必须概括承受。然后接下来，可是你后面呢？如果你的态度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这是你们律师最容易讲的嘛。社会上也会认为迟来的道歉不是道歉。你已经隔了十几天才叫做快刀斩乱麻，斩了3个局处长，然后斩了3个局处长，至少把他们责任弄得很清楚嘛。这个36页的检讨报告就给人家看到，你到底搞清楚状况没有？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叫做有幽灵猪又出现了。什么叫做幽灵猪呢？第5页的时候说，当天就去清场，场内有127头猪，但是呢，下面就写说进行凌晨之后预防性扑杀195头猪，那奇怪了。怎么多了68头？这68头是从哪边蹦出来的？只有127头，你杀了195头，你自己连这个检讨报告搞了这么久写出来，所以马上又被台中市议员拿出来说你的数字很奇怪。然后昨天道歉的时候，王姓的那个兽医组，这个兽医组也是这次发明的名词嘛。兽医组不是透过议员讲说，里面的过程中13号他没有通报，20号才有通报，然后结果你整个台中市政府也没办法立刻的说明说，检调已经在处理了。那大家会觉得累积起来就是你到底把情况搞清楚没有？这个情况真的这么复杂吗？然后我前几天是跟一个80几岁的老太太，然后跟旁边有人在问。就问我们这个猪瘟到底怎么回事？
讲完之后，那个80几岁老太太当年的时候也没受太多的高声教育啊。他说我都听得懂了，为什么卢秀燕听不懂？就是那个过程，你会搞到2个礼拜，所以卢秀燕的政治问题才开始。政治问题就是你以前的所有形象、你的专业、你的能力、你的9不败，你真的有这么好吗？你的领导的能力，你对于事情的理解，那如果你其实一个领导者，不见得每个事情就搞清楚嘛。你用人都出了状况，你找一个专属的副市长，出了危机不是该这样处理吗？当天就立刻调查清楚嘛。你自己逻辑上可能听不懂这么复杂，可是卢秀燕现在出了问题，已经不是朱温了。非洲朱温，我们相信应该会结束了。卢秀燕的政治灾难才开始，因为大家开始要检视你。你过去的时候，每个礼拜的民调，你呈现的他们妈妈的形象，真的如此吗？所以现在，尤其是他又可能是，虽然曾丽文说不是唯一，但是还是会是民进党设为一个主要的对象。当然，你的每一件事情，你在台中的每一个东西，放大镜一定会下去，显微镜一定会下去。那当然，只要你在犯错，哈哈镜、照妖镜，什么镜都会过去。你卢秀燕怎么去面对？如果只是在前3天你做这个处理，代表你明快，代表你要去处理。你过了10几天，36页报告还给人家到处都不拢，这个东西接下来已经不是朱温问题，是人力问题。这整个对卢秀燕市长来讲，当然说2026、2028当然时间还比较早，可是整个政治上的事情，包括往上或往下那些堆积出来的，那再怎么说，当然一个市长不会说自己到朱温现场去调查或什么，一定是局处首长，然后下面的人，然后反映到局处长，可是局处首长过程当中，那像卢长也讲，那是不是真的过程当中没有守好这些，没有遵照中央的指引啊，所有这些，但是总是3个局处长换掉。而对于所有的来看的话，第一个，朱温所有的事件过去了吗？第二个，创下刚讲政治风暴是不是还要开始？包括能力的检验，包括团队的检验，包括所有这些，来就好。那36页报告，虽然刚讲那个第5页那个猪只的那个数目啊，可是除了这个以外，我相信那个报告一定有很多人会仔细的去检视。对，因为经过了这样的一段时间，这次再出来的报告，理论上就不应该再有任何其中离落的一些的地方。但是即便是这个样子，这跟未来国内整个政治环境上面的氛围的改变会有任何影响吗？对这个报告，理论上啦，出这个调查报告应该就是要拆弹啦，要做个总结嘛，告诉大家整件事情厘清嘛。可是 final report， 对，可是你很少看到说连调查报告都能够让人家提出来在打脸跟质疑的地方啦。所以这件事情刚好跟前几天呢，这个卢秀燕市长所讲的及时检讨、及时拆弹形成非常大的反差啦。那为什么这样讲？你看及时检讨这个字呢，大家其实之前就一直在提一件事，就你的环保局长在过程里面讲的话，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嘛。你怎么会连厨余上面要加盖子不要加盖子都要请示中央？如果像卢市长所讲的，你是及时检讨的话，光是这件事情你可以检讨环保局几次啊？所以呢，及时检讨有没有做到？没有做到。但是呢，及时拆弹这4个字呢，你可以看到这个说及时拆弹也不及时，但弹有没有拆？根本没有拆掉嘛。那为什么这样讲？你看，连调查报告都无法还原真相。那为什么这么说？你看哦。在调查报告里面哦，而且刚刚创华哥讲哦，36页哦，你知道这第6页的部分，大家就觉得奇怪，就怪怪的哦。第6页是要干嘛？疫情调查啦，各位。就是你要还原整个疫情到底长什么样子嘛，就是到底这个猪瘟从哪里来的。结果你知道连疫情调查的部分呢？你看在台中市政府调查报告里面，这个黄色我们框起来的部分，你可以看到它上面写说哦，10月13号的时候呢，是台中市动保处致信这个陈姓的猪农，然后猪农跟他说有咨询过王姓的兽医所，然后用药物治疗后改善。然后呢，这个王姓兽医所呢就通报台中市动保处。光是这一句话，你知道就被这个王姓兽医所发一份声明直接打脸。那为什么直接打脸？因为这里面有责任的问题嘛。所以他告诉你，第一个。我没有说过要用药物治疗，这不是我讲的。他说这个猪农只有打电话来，10月13号告诉我说他要正常出猪了，什么意思？就是他的猪只要出去了，要送到市场去了。然后第二个，他没有讲到要用药物这件事情，他跟他电话里面没有讲到。但是台中市政府报告里面竟然说。这个王姓兽医所有讲说要用药物治疗，然后有改善，人家没有讲过这个话。各位，这责任落差很大吧？有建议要用药，跟没有建议要用药，这个落差非常大哦。你连疫情调查的部分都被这个王姓兽医所打脸，说这些东西跟事实是不合的。好，那这边要讲一件事情了，各位你去想一件事哦，如果连基本的调查报告事实都调查不清楚，
那你告诉我你在检讨什么责任的？你能够把责任厘清得很清楚吗？这是一个。那另外一块是台中市政府呢，针对自己真的责任有很明显缺失的部分，轻描淡写带过呢，用未落实3个字带过呢，什么意思？我们在节目上有告诉大家，因为其实我们在上礼拜5的时候，我记得在节目中就有告诉大家，这应该是厨余没有走这个蒸煮确实的程序问题很大。结果你看现在证实出来，就确实是厨余没有落实蒸煮的程序好。那这件事情呢，你看哦，这个台中市政府的环保局5月、7月、10月都去稽查过哦，稽查过之后呢，一切都正常，一切都合格哦。结果台中市的调查报告里面，针对这一段呢，他就只有提到一个针对没有落实的状况，已经送调查了。然后呢，9月的时候，我们有打电话请猪农要落实蒸煮程序。五哥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你在调查报告里面5月、7月、10月你都去稽查，你都讲说你没有落实咯，但是你又强调说9月的时候你有打电话请猪农要这个落实蒸煮的程序。你不觉得这句话跟刚刚这个卢市长听到说我们做的不够好有同工异曲之妙吗？因为留这句话不就是告诉大家说，其实我有尽力，只是一切不如理想而已。民众要听的是这个吗？当然不是嘛。民众要知道的是你的程序里面到底是哪些部分出了问题嘛。光是你看到那个蒸煮机的设备这个老旧的状况跟瓦斯进货的状况，光是这部分你可以5月、7月、10月横跨这么多个月去稽查，但是都没有发现。各位不觉得很不可思议吗？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台中市政府在面对这一次的完整的这个灾害的这个调查的时候呢，你会发现，第一，客观的事实讲得不清不楚。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台中市政府在面对这一次的完整的这个灾害的这个调查的时候呢，你会发现，第一，客观的事实讲得不清不楚；第二，针对责任的厘清也厘清得不清不楚；第三，你看这非常的有趣这个针对3个局处长的这个免职他们讲的方式内容都是说什么呢？没有依照中央的指引，意思就是没有依照中央的指引，所以呢，这3个人的责任我才让他们免职。可是五哥，问题是这样子吗？我们在讲的是你稽查没有落实，没有发现事实，这个要靠中央的指引吗？不是嘛？这个就跟我们讲说，厨余上面要加盖不要加盖，使用过马桶要冲水不要冲水，这种事情都不需要问过中央嘛，是你自己可以做的事情嘛。所以连这个部分他也没有正面跟你直接回答，然后反而是说，因为这3个局处长呢没有依照中央的指引，所以呢没有做好中央的配合，所以我们把他免职。这个话看起来其实用4个字形容就有避重就轻的味道在里面。甚至卢市长刚刚虽然道歉了，可是他谈话用做得不够好这几个字呢，都让人家发现你如果道歉，让人家发现你是真心诚意的要这个悔过，大家都还会觉得可以有原谅的空间。可是你留了很多的这后面的这些不必要，而且是一看就知道的伏笔在里面，那你就会让人家觉得说这个道歉呢其实诚意不够，而这个诚意不够呢，接下去对他来讲，这就是政治上你留一个吵架本在后面，让人家面对到检视你的时候，他就可以拿出来一验再验。OK， 那接下来像小平跟俊委员我们就直接来看政治上氛围所有一些现象。来，小平，挥泪斩马谡。应该是这样，有人就讲，因为连国民党内部其实有时不管在节目上面，或是私下大家了解，其实也有很多人早就主张说，该砍就砍，如果再不止血的话，那恐怕真的会血流成河。是，现在看起来，在昨天决定3个局处首长，因为跟以往前面的时候，当然卢市长一直也告诉大家说，台中那一定会做好，一定做好什么什么。可是当到昨天，整个直接就下重手，3个局处首长能够真的完全止血吗？在政治部分，因为包括国民党内部是不是开始大家讲2028是不是从唯一变成其中之一，类似像这些。可是你再怎么说，卢市长政坛这么多年，你讲功力啦或各方面，在所有政坛这么多年，难道就因为这一次的危机，就把他所有未来的这些路真的伤到这么重吗？他还是大。不伤重很重可是你看那10大声量的县市长他排名第一嘛，以前都很，但好感度那个在10个里面还是最高小平，对不起，插一句话，第2名叫徐正伟，那第1名第2名叫徐正伟，你知道笑死人了。就声量，对，只要有讨论就是声量，但是正跟负，他的好评，他居然连徐正伟都第2名。我的意思说当然是受伤，但这种事情是负面才会那么大的声量，以前哪有那么大声量？但我不是阿 Q 精神但
还是有基本的能量，表示还是很多人蓝营的蓝白基于他是第一顺位总统候选。我讲的是大概念是这样谈哈。那挥泪斩马谡，马谡就250嘛，那诸葛亮叫他手在下面跑到山上去，被断了水源就挂掉。那这次如果长期有真主有那个也就过了。好，那大家讲哦，现在最流行叫做政经分析，就是你要说经济跟政治是密不可分，政经合一还更有意思的分析的。所以我简单讲，市政国政哈，跟政治是不可以拆开的。纯市政，纯国政，也别去选什么直辖市长，也别去选总统了。政治还是最重要的程度跟玩意儿嘛，哈。那这一次这个3个干掉了，那最后来补破网是谁？郑肇兴不是渔夫也只有他话讲的比较清楚，那叫最后补破网是嘛？就他还是有程度有历练，当过韩国的发言人，当过局长啊什么，那在江启臣那边办公室很多年也养成嘛，好等等，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时候此时此刻得到教训了。要选总统不可能不选，现在做民调他还是国民党第1名，你信不信？选泛蓝第1名，你信？我都可以敢这样讲在你节目哈。那要继续的这个疗伤止痛，那要缓步的慢慢在筑底就是什么？人中心以人才为本，选这个政党要复兴，国家要复兴，选举要赢啊。就是要人才库，要找100个各行各的领域，包含这发言人，包含竞选经理，包含两岸，包含金融，很多啊这些东西啊，这包含辉达甚至，然后这种电子业，所以人才库的堆积真的开始要找人了。小平，你说人才库就这样讲，一般来讲。如果当过直辖市长，一般有很多人都会直接把他的团队都可以视为在未来如果进驻大位以后，整个国政的团队的基本大概会这样。但是经过这一次，有人就讲说，经过这一次对卢秀燕市长来讲，不见得不好。所谓不见得不好，是说再重新检视一次，如果真的要打那场大仗，这样的所谓的人才库，这样所有这些人是不是足以打那场大仗？因为连检讨报告，刚才天王讲，连检讨报告内容如果都还出现这么多这些，那政治人物没有不碰危机的啦。重点是你的危机怎么样让老百姓觉得说，对，有你这样带着，我会放心交给你，因为危机可以过得去，这才是大家要对每个政治人物检视的一环呢。是当成出马者，说不定是好事。马英九一辈子选举没有输过，但马英九最大的挫折是法务部长被干掉，连政务委员都被干掉，还有一个脚印找到总统府，有没有？那时候那个白小燕事件等等，那次的伤很重，才有后面的台北市长。阿扁没有台北市长输掉哪里有总统？所以出个麻疹不是坏事，但要记住，出了麻疹是你的抗体是来自于苦难换来的，要珍惜。你知道这个受很重的伤嘛？这一次嘛，好，那大家看嘛，两个党的态度世态炎凉。你看江河树，前面连立法委员都被他挤到后面都。他也不是候选人，选立委的时候，蓝白和台中都挤到卢秀燕旁边。那这次他的选区雾峰不是挖个坑吗？对，他也站在那边直播。你的理由是你雾峰，我的江河树的选区，他质询的力道、强度，然后比民进党还凶他是白还是绿啊？我都觉得怀疑。然后第二个呢，党内不要点名谁。我跟你讲，我在节目讲，我还是支持卢秀燕，这就是朋友嘛，而且他民调也是高嘛，哪里有人家出一点事就开始他易如而捧韩干嘛？要很多人选，我不要点名谁拍垮了，然后不做人也有点义气嘛，我觉得对不对？不管是蓝或白，我讲真的，这就是照妖镜，政坛就是。你说这一次对他来说，人家又没灭顶，人家还是最强的，就开始1个、2个、3个。捧韩的、捧正的正主席嘛，都出来，好像那个就落掉了。不，我觉得也不要改变那么快。当他民调强了，你再回前面支持他，现在不要他，再回到他，那不是什么话嘛？政治，我觉得大家按下性，不要那么现实啦，也不要那么急躁啦。我蓝白的这些支持者然后最后我要讲绿营的震撼教育。才第一波好不好？还早嘞，你的体质要养成嘛他我相信在这个一年多之内，他经历了2个，一个是好果子，那一个是毒果子。好果子你还记不记得侯友宜的民调不好，表现不尽理想，他总统候选人的时候，然后那是不是他创造蓝白合？然后那时候是不是从那一刻开始，而且所有的发任。从哪里开始？从你节目开始。那我不要讲哪个谁讲这个话，然后就支持卢秀燕，一副
一副怎么样呢？一副可以从5星级直辖市长变成总统的 cushion 哦，那个是一夜登大郎，那是好果子。那毒果子就这一次酷热难耐了吧？就是这样打你杀你，然后我跟你讲哦，民进党跟绿色节目是不会饶过你的，所以你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每天都要绷着很紧。那撑到2028，那才可能能够当选。我的看法这样。军有人觉得对卢秀燕这是一个出一个疹子吗？未来会变得更好吗？还是对民进党在检视这次所有的过程，觉得那个过程当中出现的哩哩啦啦，甚或会影响到未来了？那这个救灾政治学绝对离不开政治。你要当然啊，所以这个首长就是面对一个考验。那你要展现啊，你是一个领导者啊。第二个，你有能力来面对危机。我记得赖清德成为全国政治明星，就是台南那个02、06地震。他第一时间到现场。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到现场，天还没亮。然后天气很好，可能怎么地上淹水？搞不清楚状况。后来一看，哇，不得了啦！所有的房子倒的。那水哪里来？因为它压迫了就最大那个水管，所以整条巷子淹水。那到现场以后啊，当时的赖市长就没有离开过，就一直到整个灾难处理一个段落。每个人每个首长都要战战兢兢啊，因为这个时候权力在你手里，你就是要展现你可以来处理这样的事项。那卢秀燕这个问题更严重，就是它不是你台中地方的事情你这个扩散出来啊，转过周围系，所以大家的关注点就在你这里。台湾养猪产业2000多亿啊，养猪500万头。台中养几头？台中只养8万头，其他前3名的啊，云林、彰化、屏东，每个地方都是100万头以上，人家都不会出事，人家管制的非常好，起100万家没出代志，你100万家搞上了非洲猪瘟，要知道哦，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它认定亚洲唯一一个国家挡住了3大猪瘟疫就非疫区啦，包括口蹄疫啦，就是台湾，日本都不行，韩国这种每一个国家可以，只有台湾亚洲唯一，就差一点被卢秀燕给弄破了。好，就算你遇到这样的灾难，那你大家检验的是问题出在哪里嘛？结果刚刚听几位来宾讲，但是台中市政府也搞不清楚状况，他事前事后的处理确实出现很大问题了，否则没有犯错，为什么换局长还换3个？好像农业环保动保处长全部换掉，那这个就基本上台中市政府他某种程度也承认他有错误那卢秀燕为什么撑到现在才承认有错误？表示他评估过嘛，这时候他不采取这样的一种认错的低姿态啊，恐怕后坐力、杀伤力会更大。表示他评估过嘛，这时候他不采取这样的一种认错的低姿态啊，恐怕后坐力、杀伤力会更大啊。这个不是民进党打他了哈，我们小平有一点敏感了啊。这个民进党现在首要目标已经不是卢秀燕，而是郑丽文。你又来了，你现在又开始捧一个打一个。我就知道你想讲什么。啊，因为卢秀燕这2个事情是严肃的政治，不是欢乐剧。我讲的是很严肃、很认真的。因为卢秀燕有2个问题啊。我认为这个她在很多人心目中的评价就不一样，也展现她的判断力和她的能力有问题。第一个就是她没有选党主席，有志在大位的人，你竟然不选党主席，如果你连党你都没有办法来调和，那处理党务不容易啦。那如果你党的事务你都不敢去接党主席来处理，你怎么处理国家大政？所以他没有选党主席。我还记得林涛那个失望那天在节目里面林涛那个我就不讲林涛了大家就看重播了我相信像林涛同样心情的国民党人是很多了，不是只有林涛了。那你不承担，那结果就大局就乱嘛。那你又怎么
那以后还要全党来支持你选大卫，这出现第一个问题了。第二个哈，你连这个朱温的处理啊，其实某种程度，如果你处理得好，今天是加分的，对不对？今天是大家来肯定你的。结果那个过程我也不多讲了啊。我认为让卢秀燕那个所谓的妈妈那个整个形象就破灭了。所以你刚才讲的意思是说，处理的过程本来是有机会加分，如果你处理得好，比如你第一时间啊，你发现我地方哪个环节错，假设你在那个时间就道歉，对不对？然后我后续我如何确保啊这几天的暗场的管制哦，然后请大就是在那个禁运禁土那段期间啊，他可以请大家放心，我台中已经准备后面做好怎么处理。我为什么会提这一点呢？因为全国养猪协会，我上次有提嘛，他去立法院拜访我，他去拜访各党团，他有到国民党、民众党、民进党，那他们到我们民进党团拜访的时候，他们才说。因为这个对他们来讲是很重要的，当然，生死交关啊，所以他们到台中去，他们也去现场，他们有派人去现场看，发现就是爆发那个朱温的那个暗场，完全没，就是说完全没有处理，因为那个病毒非常顽强，那生命力很强啊，你像用过的所有东西哦，穿过的衣服哦，那土壤你全部都封存的，他说现场你可以随意进出的，他就把他们看到的，他们更紧张了，哦，所以我觉得卢秀燕在事后的道歉已经是止血了，那不晓得有没有来不及了，因为你血流大流小，对不对？不能流到血流干了，你再出来说拍谁了？希望大家原谅我。可是小平刚才意思是说不会，虽然一定是伤。但是再怎么样的话，毕竟跟起来 OK， 所以他不觉得会伤到，没有伤到是伤害马力没那么严重，没有伤害这么重。但是今天的卢秀燕跟朱温发生以前的卢秀燕会一样吗？不会一样的啦。在这段期间，第一个光是这些养猪上下产业，大家要了解台湾的整体农业产值大概多少？6000亿。养猪畜牧业占2000多亿，这是很大的产值34%它牵扯到了家庭上下游的企业养猪，然后加工等等，哇，那不得了啊！那你让这些人这几天他们关注点一定在于台中嘛？那你现在整个产业炸翻天了啦！你看这段期间有任何相关产业的人出来帮你卢秀燕讲话，对不对？大家。那几乎都是一片哦，这个是总算了哈，这台湾第一件这个危机过去了哈，所以给大家当爱煲脆康了，今天立冬哦，大家可以去吃一点，加低心了哈，加提光煲加身体啊，这个危机终成鬼啊！所以你要想一点哦，如果今天爆了，那怎么办？台湾的猪只可能要全部扑杀，那几百万头你要全部扑杀嘞，而且6年不能养哎。那叫这些人怎么活下去？所以你知道所以你有很多养猪户跟我说，他那几天真的是每天睡不着哦，他很在等，然后这种的检验会不会哪一天啊又有感染到第2个猪场？因为他3个场你大概就要宣布为疫区了，你可能就要开始进行啊从那个搬进出来的那个扑杀了，你知道有多少人这几天是因为你台中的市政府的处理的过程而提心吊胆吗？好，所以不过。总算还是有道歉呐，这个，我们要说达到肯定也谈不上了，只不过这个应该是给任何一个首长了，中央到地方的一个教训啊。你遇到危机的时候，这个真的是一种，这个是真的是才是真正的一个考验。OK，那军委委员刚刚讲的，小平可不可以问一下，我们党内部也有很多人对于卢市长选不选党主席当初的那个决定这些有很多的微词吗？应该这样讲，卢市长，我讲还原一下过程啊。当初李乾隆啊这些大佬去找他，然后在726之前的5、6月间吧，那时候如火如荼，没有人认为是32-0嘛，第一次是24-0是吧？对吧？反正大概这样，然后总会认为说会不会罢掉几个？那陈克卫就很38嘛，那郝龙斌我们那时候选举支持他，陈克卫就是反正招呼大家。郝龙斌吃个饭啊，有些立委，然后议员，我就不要讲谁了，就孤影其名，就说啊，都是叶元之害的。
议员制被罢掉的话，只要一个罢掉，卢秀燕就会选主席。开玩笑，大家笑成一团，反正就开玩笑。好，那最后就一个你想都没有罢掉。那有人罢掉就一定会选，那没有罢掉他就选择的不选。OK， 对，认为就过关了。所以那回头就是，当然有些人会失望嘛，这些大佬啊，什么这些派系啊，什么张荣卫啊，这些人。所以我还原一下那个时候过程是这个样子。对。但上公，如果这样讲的话，我们那如果照刚刚俊宪委员讲的那一段时间有多少人睡不着觉或什么，因为这影响到所有的身家。那只能说天佑台湾 ，OK。那这次呢，到目前大家是守住了 ，OK。那当然希望在未来几个月，我们能够正式跟国际组织通报说，我们还是维持非疫区。台湾人是敦厚的，就是发生的过程被大家检讨成这样。但是当你站出来公开道歉，甚或讲说，就算妈妈做不好，也应该要被检讨。当你姿态百分百低以后，过去的那些基本上对我们台湾人来讲，就会觉得那伸手不打笑脸了，更何况人家都道歉了。在政治生命上面危机的处理的过程当中，这一段就算过关了嘛？那刚才俊宪委员讲说，本来有机会危机会变成转机，甚或有可能加分。如果这次的过程不是那个前面每一次出来的说明的内容，会让大家觉得不可思议到这种程度，要不然的话也不至于会让大家觉得说那个信任感会差别这么大。那当然，你会在选举过程当中，你会投给这一个人，某种程度上对他寄予希望跟信任，一定是有一部分的嘛，一部分的。那可能有的人就长得帅一点，你就喜欢啊，但是基本上你会投给这个人的时候，你可能考虑的是他的过去背景跟经验嘛。好，那当然，如果你从卢秀燕看2028的话，他当过省议员，当过立委，然后进入市长。今天他的经历上面，从民意代表一直到行政首长，其实他算完整，完整。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一个当了快7年的市长，面对这件事情的处理是这样。面对事情的处理是这样，而且在这处理过程中，3个局长轮流出来，卫生局、农业局、环保局出来，然后每一个人讲话。每一个人所讲的话，大家都认为匪夷所思。匪夷所思。所谓匪夷所思，就是说，比如说，大家问你真主没有上传，那个环保局长他是出来跟你说，我们的同仁想到一个办法，打电话去撸。你是行政权在手的人，你的处理不是说，你再不给我上传，你不给这个煮的话，我要撤销你你厨余养猪哦。我要把你撤销，不是打电话去撸。我们说打电话去撸，他既然是每隔1个月打一次，这叫撸。然后你从5月、6月开始打，7月、8月0，你9月还打0，10月再打，这个记录是可以用这样的处理方式吗？让大家觉得，哇，拥有一个行政权的政府是这样作为的。这会让人家觉得说，原来你们就这样草草了事，而且还可以大声的说出来。我3年稽查24次，我们的员工想到用撸的，打电话用撸的，怎么样？我说，一个市政府这样的话，那行政权的运用，那到底该怎么行使？那如果你当初行使的行政权，6月我就告诉你你不给我落实的话，我撤销你厨余合格，我就撤销你厨余合格。那今天会不会发生这个事？问号，可能几率就没有那么高了。好，然后你看那个西厂养1000只猪，人家固定上传，他还不能用厨余，他既然可以上传，然后上传你们也接受，你们也没有说，对不起，奇怪，你没有核准，你根本不能用厨余，你为什么会上传给我？然后这一边该上传的没上传，这边没有核准的既然上传，让人家觉得你的市政府会不会有点荒谬？有点荒谬。这还是朱恩钱结果到最后你朱恩处理到现在那真的，我觉得民进党政府要去谢一个人，
就是那个兽医所的黄友良，那个副研究员，民进党政府要去卸一个人，就是那个兽医所的黄友良，那个副研究员，你送进来的时候，你给我勾 OPP 就是胸膜肺炎检验而已，他发现化治所什么都不对，打电话去，请问一下，你们要不要加验一下非洲猪瘟？非洲猪瘟，结果医院非洲猪瘟，然后怕是不是伪阳伪阴，再验第2次猪瘟，马上22号凌晨3点下令全面扑杀，真的说，如果说真的及时拆弹，真的黄友良鞠躬。如果他没有那个警觉性的话，照着你台中市政府送进来的，我验完的话，不是胸膜炎，那结果是什么？那结果会是什么？所以你说他说及时拆弹的时候，就让我想到，如果没有黄友良，你这个弹怎么拆？那你的决断是什么？如果第一时间，有请辞，但是我们等事情处理以后，会做处分，然后你们就去处理事情，换别人上去了，你们就不要再讲。但你看到他的危机，就是这2、3个局处长一路讲错，一路下来，然后讲出来的东西就告诉你说，你们疫调，你们有去查证吗？技医师、兽医师，你打个电话不就知道了吗？这只要打电话，你那天去看的怎么样？我没有去啊，那你就知道没有去了。那猪农可以打给医师所，表示有电话，你不能打吗？你问一下，是不是就不会有这个事？就不会有这个事。但你偏偏连问都不问，到最后就是变成什么？在疫调过程什么，你听到什么讲什么。所以猪农跟你讲什么，你就出来转述什么。你根本那不叫疫调，你好像在转述猪农的说法，而不是疫调。OK， 你疫调的话，你必须考虑我们都新冠多了，我们必须考虑的是什么？会不会隐匿？隐匿疫情？然后你的路线你故意不讲这个我们那时候在新冠的时候有多少隐匿被处罚，什么一大堆我们都见惯了。但是你在问这个的时候，爆发地是在猪农那边，你的天性是属于天性善良，所以做疫调的时候我非常善良，所以猪农你说什么我都接受，然后我就出来转述嘛。当然不可能是这样嘛，对不对？对啊，所以因为人性基本上就会后面的报告，所以才会有说，你们缺乏佐证。因为你听到什么讲什么。好，你爆发完了以后，接下来的处理是什么？你想到什么做什么。我每次都想问一件事，在非洲猪瘟的实际处理上面，台中市政府到底做对了哪件事？只要一件就好。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答得出来一件事。OK， 这几件事情，来上工，我们讲赏罚分明嘛，也要让所有人知道。你刚刚讲守住了这个那位副研究员的名字，再讲一次。黄友良。OK， 兽医所的副研究员。对，我觉得就是这样。那谁帮了整个台湾的这一块，也要让大家知道，对不对？过程当中，那该检讨的，但是真的认真守住了这一块。东豪，除了这个以外，你知道自古以来所有的这个从古代到现在都是这样的。每一个政治人物，每一个要往上走的，一定有本命区。是，大家都对吧？那项羽的江东，然后曹操的许昌，所有人都讲，我外面杀伐再怎么样，有利有不利的没关系，再怎么不利，我回本命区，在休养生息以后，我还能够再战一场。所以大家会特别在乎。现在国内每一个人讲起来，好，讲到赖总统的本命区，一定会聊到台南这一块啦，或者什么什么这些。那对，为什么林权这么重要？大概就觉得是这样。我每一次讲到卢市长，就一定会讲到台中本命区这一块，对他来说，2026就眼下。那这一块，虽然他要卸任，但是能不能够江启臣，不管江启臣或杨秋英，那谁能不能守得住，对他来说跟2018一定息息相关。所以在这一次这件事情的处理到目前，包括道歉，所有的对本命区台中这一块，胜或在2028会有什么影响？2028因为还很久，不容易判断，因为台湾政治人物的事件变化很快，
2026来讲，其实核心还是要回到国民党的候选人。但卢秀燕来讲，她这次最大的一个改变，就以前卢秀燕是有金钟罩铁布衫，你怎么打她都没有影响。非洲猪瘟的这一个处理过程当中，它这个光环破掉，这个光环破掉了，它不再是一个没有缺点，几乎可以说没有缺点的一个。那因为卢秀燕的没有缺点是建立在他2次市长选举大幅领先，就是用战功嘛，就是战功嘛，压倒性的碾压了民进党的候选人嘛。那卢秀燕现在讲那么多，就对一般的人来讲，就一句话，你现在你觉得卢秀燕有没有能力？就她是不是一个有能力的人？就卢秀燕有形象、有人设，就是妈妈形象这没有问题，但她是不是一个有能力的人？这个会跟2028的时候做联动。但是你说对2026有多大的影响，我不会画上等号关系。因为你不晓得到明年这中间还有多少事情的变化，事情到了明年那个时候，事情已经过了1年。卢秀燕怎么去辅选？比如说，东豪，我先问一下，1年，你刚刚特别提到时间的关系，这1年以后，大家对这件事情还会像现在这么样的深刻的感受吗？对于非洲猪瘟本身是淡的，对，但是对于卢秀燕有没有能力这件事情，我没有答案。因为政治人物的问题有时候是这样子，不是他也许没有任何改变，可是他的对手犯错犯得更大。也会改变。我这边补一下啦。跟你讲说，过一段时间后会不会忘记，对不对？你看形象被定掉是什么？马英九在台北市的时候，陈水扁拿到的时候，国民党最后的独生子是大家懂了。最后呢，邱小妹事件，什么事件？到最后选举的时候，最后连报纸在挺他的时候，都想出一个标题：笨蛋总比坏蛋好啊！对，要用这个东西去说明，无能总比无耻好。笨蛋总比坏蛋好，所以马英九在那时候，那是社论哦。当时的马英九不是还没有到当总统的时候，当时的马英九没有那么差哈，那是选总统的时候。但是因为讲永远是对照组，因为他选，你看邱小妹都是他当市长的时候的事情，人球邱小妹人球事件，可是那时候都会出来。阿扁的事情太大了，对啊，那是个对照的关系，而且邱小妹的事情那个悲剧，你对照于2006年2005年那个红潮事件，那没得比啊。可是卢秀燕，你现在回过来看，我为什么讲卫福部那个事情？就是说，如果民进党他会去干一个让你觉得意想不到的事情，就会比下去。OK，好，那因为昨天行政院那个总统踩刹车踩得很快，所以这个事情就7个小时就结束了。好，那回过来看卢秀燕是这样，因为我不晓得2年之内还要发生什么事情。因为明年12月25号交接之后，不管新的台中市长是谁，卢秀燕会面临到一个没有位置的问题，那个是另外一个阶段。OK，好，然后还要看国民党啊，国民党什么时候初选？什么时候出事？国民党也会发生什么事情？可是，但是一句话回过头来，卢秀燕的核心价值给一般的人是什么？就能力这件事情来讲，他被打了问号。OK，这个事情要看后续的。OK，我讲一下，其实你说2026说过了1年，我只问一句话：卢秀燕如何去云林辅选？云林，你说朱文宏150万头的第一大张家俊会说我不需要你。你有没有想过这些猪农怎么想？你一过来，我们是可以淡忘啊，就猪肉都来了。但猪农提心吊胆的那一段时间，你说过了1年，看到卢秀燕他会淡忘吗？彰化75万头，他会不紧张吗？看到他不会想起吗？你要不要到屏东去100万头的？他会不会想起来？台南好像第58万头，第4大，你说会不会想起来？养猪的那一些人会不会想起来？忘记我们也会提醒大家。他们一定会这样，一定会提醒大家。所以我直接讲，明年的这个时候啊，我在猜啊，蒋万安的辅选能量对会超过卢秀燕。你在想，
蒋万安需要卢秀燕吗？不需要。张善政需要卢秀燕，也不需要啊。总统级无党籍，他也不需要，不需要啊。新竹这一边，新竹县市等等，真的很需要卢秀燕吗？没有。然后南部他又走不下去，养猪的这边，那2026中部共同治理区彰化也不是很好。2026如果他的浮选量能是萎缩的，而有人被取代的时候，有人可以取代他创造浮选量能的时候，卢秀燕2028的路是越走越窄。而有人被取代的时候，有人可以取代他创造浮选量能的时候，卢秀燕2028的路是越走越窄。来，小平，你对你旁边那个不会聊天的那个刚刚讲的这些，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可是对蓝营来讲，你刚才也提到，卢秀燕毕竟现在就算做民调，一定还是共主，那一定还是2028，一定最高，一定是最高。而且蓝营某种程度还有一个底气的，另外一块是蓝白合。对。就蓝白合这一块再怎么样的话，好，那对于未来要竞逐大位这些总是占一些优势，所以白银的态度或各方面来讲的话，那一定会非常的重要。像黄昌，他毕竟现在是主席，然后媒体上报道他对于新北所有这些的看法，虽然他最近自己周刊一天到晚报他很多的事儿，那这些事儿他能不能完全过关，这个他自己要去面对的一件事。可是对你们来讲的话，在蓝白合这一块来讲，只要踩稳这一块，那包括什么蒋万可以帮白银站台，那你说那黄昌要让他们蓝银站台，所有这些的话，对于蓝银来讲的话，靠这一块还是可以过关。蓝白合是一个很大的盘哈。可是大家回想一下，因为选民也不是蓝绿白全部弄完，选民有些跟着感觉走。你还记不记得我们一度就派赵少康出来当副手的时候，追到剩1%，这是一个中立的民调，不是 TVB 或比较偏蓝或怎么样的民调，不是求真，求真那个就别谈了。然后，而且呢，我记得那时候民调因为侯友宜怎样，我在万豪我就怎样嘛，我是立委候选人。我们前面一直他们表现的平稳的时候，一直稳定赢5%，赢吴沛忆。但到了投票前2个月，各种事件什么时候开始？你知道吗？就是那个赖清德去坐那个蔡英文的那个车，那叫什么？在路上还是在路上？哎，那个开始反转，拍那一支影片。对，那开始我们这样，那其实没有影响太多的白哦。照理说，我们从逻辑上，蓝绿是没有一票重叠，这时候至少白在中间嘛。可白没什么动，可是蓝支持至少侯赵配的，那就好5%就转到那个你知道赖清德，你知道，就赖萧配，选举就是这么妙。你说这个大盘，蓝绿白当然重要，可大盘又重要。好，再拉回来，再回到我先讲蓝白哦。就是最近不是昨天发生一个事嘛，就回到戴喜清嘛。他现在台北市党部主委嘛，是监党部主委。监党部主委好，戴喜清讲的话我们是支持的，因为正传媒最新的民调是正传媒，因为正传媒的民调是很中立的，其他民调不是不认真做，总有些机关效应哈。所以呢，那蓝白现在是目前我们是蓝比白那个绿小哦，而且这个从泥淖里面出来了赖清德哦。最坏的时候32-0是那个信任这30，不信任60，你看过差-30，那现在大概-6-7%啊，就是信任不信任，所以民进党的元气回来，他的选举就从40%起跳了。万华那些民进党那些深绿的那些老先生就骂赖清德，现在不骂了，还鼓励了，还有希望。变得绿的基层是这样反应，因为我走基层，我是市议员嘛，好。然后就变成你再回到一个40%的基本盘，然后我跟你讲，今天3组他40，但1对1一定45起跳。这因为选举只有2个选择跟3个选择的基本概念。好，那所以他在5%就连任。那我们要阻挡这个5%发生。好，那基本盘当然是蓝白要合嘛。然后呢，所以台北市谢谢民众党没有推市长候选人。那我认为就是应该去站这个叫做白的台，马英九时代选市长，新党也站啊，对，亲民党就泛蓝都站，那绿的就不要去站，甚至徐立信这种的无党去站，我认为都是好，因为你要让市长的选举还是比议员重要，这第一个，第二个，那我就突发奇想哈，就是说，既然蓝白都站，也拜托黄国昌有机会站我的台。
他站你的台，站我的台，我们就欢迎他来，他来不来是他自己考量。然后他有回应你哎，有，我知道，我现在我就在借由面对面回应一下我。对，他也听起来，他对吴怡轩是不是有很大的，就是要他保他上嘛？他来站我台会不会影响吴怡轩？当然会嘛。那我们也会体谅嘛。可是他讲说这个抹黄的事件要我道歉，他没有讲金华城，这是善意啊。所以你们要看歌中的玄机耶，已经从大事变小事。而且你有这么惊讶吗？他从这字里行间找到了空间啊！对，他的解读这么乐观啊！对，而且所谓抹黄事件，请问柯文哲有没有跟我和解？有啊，告明是和解。对啊。所以我们就希望大事化小，小事我个人小事化无，然后大家合作嘛，蓝白合还是重要的。OK， 对，这么乐观吗？尤其黄昌是直接讲表态选新北市长，而且讲看起来柯文哲也是觉得他应该朝向这样走哦。黄国昌现在这个时候呢，他当然知道他现在的一个处境嘛。对，这个处境呢，就是因为他现在前面一段事情形象破灭太严重了，所以太上皇，我要选新北市。他是党主席耶，提名权在他手上，何必需要跟一个在家里据说目前正在用功读书的柯文哲做报告呢？太上皇，所以他已经很清楚知道民众党真正的太上皇是谁的，所以跟柯文哲讲。而对于民众党来讲，当然要喊，当然要讲，然后黄国昌当然要做这个姿态。不然2月1号他什么都没了。卢秀燕是到明年12月25号以后没有角色。黄国昌是明年2月1号早上就没有角色了。搞不好人家可以改游戏规则。不会的啊，柯文哲目前媒体报道，目前媒体应该就是这个样子，不容易啊。太上皇没有，而且都已经叫他去选了。对啊，可是皇上有个机会。太上皇2月要宣判，对，这个很重要，这个我们要前置量。你还讲，台湾政局多变，对，是政局多变，是每天都有事。对，那黄国昌当然就是表一个态嘛，因为新北现在看起来，对不对？那刘和郎当然是有很多时候，其实政治人我们知道说，在最后出现之前是我要争一下。不争一下，什么都没有，就还没谈好，还没谈好的意思。许太太没有太大的抗议声量。对，不争一下，就像你们郑国会也要争一下嘛，对不对？郑国会不是在高雄那边也要争一下，表一下嘛，至少存在嘛。所以黄国昌喊这个，可是坦白讲啦，新北、台北哦，明年的局哦，黄国昌站台不是重点啦。第一个6月签好约。黄仁勋站台啦，所以双北已经准备好了。李四川为什么不急？为什么讲到辉达处理好？等到明年9月的时候，一起开个场子。黄仁勋旁边站着李四川，站着蒋万安。黄仁勋站台绝对比黄国昌站台有效，所以黄国昌现在也是要表达一下他还存在。OK， 来，钜宪伟。这个今天是先讨论那个民众党。还是先讨论那个中小平跟综合讨论，黄仁勋也可以讨论。哇，我还大事化小嘞！你干嘛这样泼人家冷水？人家讲的这么乐观，你把柯文哲当什么，对不对？但是我是觉得这个民众党一定会换人，立委啦，因为2月后面那些排队的人，哇，拜托。大家等2年，你怎么可能突然间废除2年条款？而且那些人当年一定也是跟柯有一定的默契或承诺不晓得嘛。那同时黄国昌大概因为他要投入选举，我觉得也不大需要立委这个身份。有时候你就需要的就是一个身份一个头衔嘛。因为只要黄国昌宣布参选，那头衔就是一个国民党不让给他选的市长候选人。这样他也可以啊，他就是要选啊。但他刚有提到说所谓要争，当然要争了，但争不到新北可以换别的嘛。因为黄国昌说他们按照他的步骤选，如果大家都期待蓝白合，我不晓得，就是说你如果期待蓝白合，那你们的计算一定就是蓝白加起来就会赢过绿嘛，至少一分裂，那绿就捡到便宜嘛，因为那这个就是黄国昌的本钱嘛。他就是这个，就是他可以恐吓你，不然你国民党为什么要买单？所以他一定说，我要选我按照我的步骤和火车对撞嘛。但这个要有达到恐吓力的话，第一个黄国昌本身实力要够，第二个国民党实力够不够？如果以目前来看，我觉得李四川的竞争力是非常高了。
为什么呢？因为他没什么参选动作。他还是台北市的副市长啊。那这样他就可以在新北维持那么高的支持度，还赢过看起来赢过刘荷兰，赢过新北现任的副市长，赢过苏巧慧，小输给苏巧慧，赢了，哪赢了？什么小输？这样我们判断我们判断不同啊。他的诉求只有一个，黄仁勋是我搞来的。那所以这样看的话，就绝对不能小看李四川。你是隔壁副市长嘞，比在地副市长积极都要管而且他还没有开始真的下去弄所以会礼让给黄国昌这个就跟钟小平说柯文哲会原谅他一样的道理。不可能啊，真的不可能。他原谅我是说从黄国昌的说法。OK。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那刚才来宾都提到了一件事啊，就是哪一个阵营出事少。然后呢，在未来呢，就比较会有机会一直这样。但是很奇怪的就是，每一个阵营呢，多多少少在这种过程，那大家都会对，上下一直讲那这个钟摆嘛，大家都不希望一场选战变成是太难看的一个状况，所以大家都会3不5时来点事儿。清华，这几天大家在讨论的，那健保补充保费这件事情，7个小时，现在是喊卡吗？现在目前看起来，这个说是还没有决定啊，这个是行政院的讲法。石崇良是讲说，其实就是喊卡了啦。对，因为石崇良是讲说只是个构想嘛，他们有不沟通，他只是一个构想，大家何必要把它搞成这个样子？但是因为卫福部长自己出来很认真的开记者会，所以呢，在昨天这个卫福部长自己出来开记者会的时候，大家都认为说他就是这件事情他是要做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你看事情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是礼拜3的时候先传出来的，所以礼拜3有台记者要访问我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告诉他说这件事情一定在财经圈里面，在纯股族里面先引爆那你知道，对于在股市里面卫福当天提出来的时候，说要针对那种零股利的啦，一年有2万以上就要追加这个健保补充保费啦。这件事情，你知道为什么对于这个一般有投资的人会觉得不可思议啦？像我有很多朋友都在讲说，这个希望看一看卫福部部长的这个财产申报啦，看他有买几张股票啦。那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大家要知道，领股利跟领利息不是同样的概念领利息，我们存在银行里面，我存500万，本金是不会变的。我不管配多少利息进来，我的本金是不会动的。但是股票我一间股价20块的公司，它如果配出2块钱的股利，它在这个除权息的日子的时候，它的股价是要往下修正这个金额进来的所以等于说，对于这个有投资股市的人来讲，除非我这档股票这个配完股利之后，它等于是这个有填权息啦，它有填息填回来，意思就是股价涨回来之前的状况啦。否则，如果它是贴息，也就是它股价还在之下的话，它是赔钱的呢。它赔钱的，也就是我虽然领到股利，但我基本上投资这个本金是赔钱的，我还要再帮你缴健保补充保费。那你觉得对投资族来讲，这不是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嘛？那你不是等于在处罚我吗？那好，我用到处罚这个字，就是我要讲第3点了。为什么用处罚这个字呢？我们刚刚讲，在股市里面，有人是赚价差的，有人是就是要存这个股利的，然后有人是做当冲的。那你知道做当冲赚价差跟做长线赚价差又不一样当冲赚价差在台湾，我说在台湾我们一般在这个证交税买股票的时候是3%。那你知道当冲，因为这个政府在之前小英政府时期，为了要扩大这个股市的量能啦，让成交量扩大，所以针对当冲是有减税的所以当冲的这个证交税是1/1000%所以换言之，我长期持有股票的，我要领他股利的人，我的证交税是3%但是当冲降税这些人，他的这个证交税是1/1000%结果现在1/1000%的人，你没有要对他去这个健保补充保费跟他没有关系，但是健保补充保费跟我们缴3%的这些证交税的人是有关的所以你不就是换言之，你在处罚那个长期持有的人，但是你反而是变相在奖励那个当天进出的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卫福部做这个决定出来的时候，你知道这个礼拜3消息传出来的时候，哇！这个在财经圈里面一片哗然我很多朋友呢几乎都在痛骂这件事情然后到了这个礼拜4的时候，这个卫福部长跟行政院的发言人出来一本正经在开记者会的时候，你知道这句话呢是第2次在刺激到大家什么叫第2次在刺激到大家？这个卫福部长石崇良讲的话叫做“谢谢高股息、高股利者会贡献很多”，你知道这一句话他讲谢谢的时候，谢谢大家贡献很多的时候，大家第一个反应是这个我们当乖孩子的，长期持有的，然后固定领股利的，只为了希望能够好好退休的，然后你就针对我们动手嘛？
就是你的健保补充保费是对我们去课嘛。那针对那些呢，这个我们讲说赌徒性格稍微比较强烈的，投机性格比较强烈的，当冲进出的，短进短出的，结果他的证交税比我低呢，然后他还不用缴这个健保补充保费呢。那我问你，这两者之间的相对剥夺感强不强烈？很强烈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一端出来的时候，大家觉得不可思议。然后最后我只讲一件事情哦，这个你说健保要增加裁员这件事情，我刚刚是不是有提到一件事？这个你知道当冲降税这件事情，当冲占我们股市成交量的比重是多少呢？去年哦，台湾的证交税课征到的是2880亿哦。然后我们股市的成交量呢，里面有大概30%左右，30多%是来自于当冲哦，所以比例算高哦。那换言之，你这个1/1000，你往上调到2/1000可不可以？卫福部昨天跟我们讲的是说，这个多出来等于是说，这个针对这480万人去追加这个健保补充保费，增加的这个金额大概能够提高大概100到200亿左右。你同样增加100到200亿，那你用另外一种方式，在这个我们讲说当冲降税部分去多那个0.005可不可以？多个1/1000可不可以？你还不用回到这个3/1000的水准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在讲说，你明明有其他种方式去做讨论。我这边强调2个字，讨论哦。这件事情你就想问说，卫福部到底有没有拿出来跟其他人讨论嘛？结果好了，事情出来，卫福部连跟金管会都没有讨论，也就是金管会说看报知道的。对，金管会说看报才知道哦。你想说跟证券有关的单位，或是跟我们金融市场有关的单位，竟然你不先跟他讨论，然后就跟他说我要去这个再从这些等于说存股族了，就是按照卫部长讲的。谢谢高股息高股利，他这句话讲出来之后，你等于说大家听完之后，这个就你卫福部的决定会不会影响到股市的状况，你还都没有讨论过，你就抛出来了。他这句话讲出来之后，你等于说大家听完之后，这个就你卫福部的决定会不会影响到股市的状况，你还都没有讨论过，你就抛出来了。然后另外一个，如果2万块股利也叫做高股利者的话，那你觉得叫这些股民听起来会不会觉得用词让大家情何以堪？就军选委员要不要直接回应这一块？因为好了，有人在讲说，从大罢免，然后整个来讲的话，刚刚小平也讲，看起来那一段时间可能是绿营的支持者会很贴心啦，或什么什么。现在看起来会是慢慢回来了一些，然后再经过花莲啊跟台中啦中间的一些事情的处理，感觉上民进党好像回来一些。这几天从上礼拜到现在，从吴音宁的事情、任命的事情，然后包括到这一次的这个健保补充保费的这些事情，就这些事情会不会就多出来的事了？这个事情坦白讲有一点离谱。这个震惊府院啊，震惊，总统都不知道这个事情。我认为离谱在什么地方？因为总统是身兼健康台湾的召委因为他本身是医生嘛，那照理讲，部长应该跟总统是至少每周都会开会。你这么重要的决策，你都没人知道，行政院也不知道，那行政院当然直接喊停了，那以我听到，会有一种被偷袭的感觉，怎么会搞出这种事情？第一个。健保现在没有迫切的财政危机，对。第二个，就算有财政危机，那你要怎么去处理？也要经过大家讨论嘛。对，所以你要找裁员要怎么找？有很多方法啊。你怎么定出这样的一个东西？而且是在媒体受访的时候讲出来的。会不会媒体写错？看起来不是，因为他又出来解释，我的这边做这啊，那他做一个详细补充说明，所以行政院才，坦白讲，我觉得行政院当然是立刻那几乎就是翻脸了啊，对，底下给他画停了。那重大决策当然绝对不是这样的形成，因为这个也不是你卫福部这个部会的权利啦，因为你的科征的成本很多是金管会这边，金管要帮你算嘛，不然你财政部要帮你把这个钱拿来嘛，那这个一定是经过一些因为大家的一个讨论共识，这个根本没有，你就突然间就崩出来了，那还有这至少你说因为这个部长是刚
刚上任没有多久了，否则这个一定会有人轰他下来。只是因为他刚从次长这样弄上来，他在那边混很久了。大概是因为他本身健保署长出身，然后他大概对于健保这个会担心健保的健全性，这才是真正大问题。对，刚上任的人，9月21号有个人才刚上任，叫陈继俊，这1个月，大家对猪瘟，所以刚上任不代表没有能力，有的人当了7年还搞不清楚状况，报告书上任很久了啦，921啊，可是他是农委会，但农委会里面当部长没多久了，当部长没多久，对呀，我说，所以你不要讲刚上任，然后呢，我刚当记者，他以前健保署长，全世界没有人比他懂，好不好？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以他会担心那个健保万一破产什么，他可能会特别担心这个，才会想到这样。他以前是万华的破口说疫情，我们就干掉他，我是万华的议员。那现在财政方面啊，那是台湾的破口，好不好？那才是大问题。对啊，这一天我都深自检讨，想说要不要跟卢秀燕要道歉。你道什么歉？我们呢，补充保会这件事情就很怪。你健保当然我们不希望它倒，希望它继续好嘛。但是补充保会呢，我们呢就深自检讨。我写文章，我上节目，造成了有些人心脏加剧，血压升高，所以我要被补充保费。所以怎么补充保费是从这个地方来的。然后现在呢，我60岁了，我要开始存股养退休金，所以我要去补充保费。其实我刚当记者的时候没多久，从经济部跑到经建会的时候，就是推动健保的时候。当时的时候，刘玉兰刚讲的就是金管会啊什么的，要不要？那个时候的人力处长、经建会人力处长刘玉兰，每个礼拜3，相关部门、台湾大学、政治大学、会计系什么系，跟我们每天中午上课，就告诉你什么叫做社会保险，什么叫做社会救济，什么叫做社会福利。所以健保本身，今天你当然不希望它有问题。可是你的裁员，你裁员，你作为一个健保出身的人，你担心他，你想裁员。可是想裁员，刚刚讲了那么多证交税 ，OK， 那是税的问题，那是不是政府拨补？那你要不要跟政府谈？要嘛，对不对？你说的用到，如果是要用税，其实你刚刚讲证交税这种税跟健保也没有关系啊，因为你今天是变成是。你这些股民480万，你领了2万的股利，你造成了健保负担，因为这个逻辑变成这样吗？不要你低估了，你不要以为就480，我是跟你讲说，每一个人都开户，每个人都被那个2万块2个字打到，对呀，不过还好啦，他们赶快踩刹车。可是我是说，这个政府这个决策的粗糙会引起的，不是只是说受到解，而是你这个政府怎么会基本的逻辑都不对。是因为你2万块股利，所以你造成了健保负担，所以不是你跟人家计较那2万块干嘛？所以你要抽这个税，所以我是觉得整个事件，这个政府最麻烦，尤其是出自于石崇良，因为他应该懂健保的基本用意啊，那你如果连这个你只是缺钱，你就到处乱找钱，那乱找钱你至少跟财政部谈一谈嘛，因为国税局要帮你的忙嘛。你要跟立委，你要跟政企会谈一谈嘛。他要先跟赖清德、跟左荣泰先讲。不是，那就是你都要，所以你会看见说，对这个政府里面，如果是这样一个状况，还是会人家对于政府的这个治理能力产生怀疑。所以卢秀燕呢，这个时候不一样哦。左荣泰还知道要踩刹车哦。对啊，对。卢秀燕是。有7天的时间是愣在那里，所以我刚才讲说，卢秀燕应该很说奇怪，左荣泰这次怎么反应这么快？对，7个，他是7天跟7个小时的差距。可是刚好这件事情又反映出来另外一个，当绿营好，你说从前面一路走，慢慢要往上走之后，又蹦出这些东西，蓝营也没有闲着啊。好，第一个年改这件事是直接跳出来说要停年改，第二个，今天媒体上报道那个救国团。然后直接跟蓝白阵营讲说，跟蓝营直接讲说要不要修一下党产条例？他们明明就不是国民党的附水组织，就是把当时过程当中，大家有很多从年改开始，包括好你说很多的国民党过程一直被人检讨是党产啊，所有这些也确实在过程当中有被检讨。现在因为蓝白阵营在立法院多数，就全部再回来吗？当然了，蓝白过1/2有什么不能回来的？统统都可以啊。如果真的要高兴，回到2016年以前的水准，就是年金也可以啊，没什么不可以的。而且31个打不死。你知道王宏威有一个经典名言啊，破产，对不对？4年。他说提早4年，又不是提早40年。就跟你讲嘛，就提早4年，又不是提早40年。那你现在你能讲什么？没有啊，你只能等2028再看看呢。
因为现在结果你说大家都用选票来决定，眼前的结果就变成是这个样子啊。他有跟你谈吗？就是说你在看那天那个，因为那天的主席是那个翁小玲嘛，翁上人。我那天看了一下，觉得很有趣，就是说你想那个到底算不算充分讨论？因为翁小玲讲说我开会开了6个小时啊，但是限制一个人只能发言3分钟啊。限制3分钟啊。官员讨论是陋习，官员答复也是3分钟啊。救国团一般的人更无感了。救国团一般的人哪会有感觉？那救国团可以回来，那党产可不可以回来？我可不可以把党产条例给废掉？有什么不可以？有什么不可以？通通都可以啊。现在就是怎么讲？我们很少遇到这种状况哈，就是在野大联盟嘛。但监督在野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这是很奇怪的事情。但是我只能讲说，你对蓝白主导的立法院过的这些东西，你放心吗？如果这样，上国，所以这些事情在未来一定要等到2028，大家再用选票来决定一次吗？蓝白就是多数，可是蓝白当然你说经历过大罢免啦，经历过所有的这些事情，那对于民意之间，那时候大家在罢免之间不是有讨论吗？经过这一仗，不管最后结果怎么样，大家总是会多考量一下老百姓对很多事情一些的反应吧。但你看一下，就是说在大罢免的时候，我记得李来希在脸书发了一个文嘛，哈，就国民党的大罢免自求多福啊，也就是讲到说你们承诺的年金都没有做嘛，然后好像是6月17号吧，然后李来希不是 PO 了一个相片吗？傅昆萁去见他，然后说承诺嘛，然后8月10几号的时候，韩国瑜说823是不是？就那一次投票，第2次罢免投票之后，要启动年金的修法嘛？第一案就是修法嘛，哈。所以你看得出来，这一个是从开始里面选票里面一路走下来的嘛，否则他们是在立法院2024年3月的时候，其实年金改革案子国民党就提出来了，去年的3月就提出来了，然后4月的时候有一次复议嘛，有一次立法院程序上的复议嘛，然后一路走下来，你可以看得出来，国民党现阶段，他根本在乎的是他的基本结构问题，选民问题，他没有在考虑中间选民就是公教这一块要先稳住，对他们现在就是在稳这一块，然后你也看得出来，就是说他们也不在乎，你国家财政未来怎么走，我也不理你了，反正财政收支方法我也要把你分掉了然后有什么急难的时候，特别法再帮你拿了，然后现在的话，年金改革你再付啦，所有的。其实他根本没有整体国家财政的概念，反正我就是要把你全部拿掉拿掉。那当然，你这样走下去的话，会有几个情形啦。第一个，刚才也就说了那个相对剥夺感一样的道理嘛，就等于说，你看那个修法里面呢，他们说恢复什么反年改恢复还不至于啦，他就是说停在这了，对啊，你的那个每年下降1.5的就停了，就停在这里了啦。好，就前面6年1.5你就算了啦，就扣了9%，就9%了，不动了哈。第二个，当然呢，随着公教人员的调薪跟着走。然后那个物价指数5%的时候也调整，那我就觉得很纳闷了。请问一下，那个公教人员现职的，CPI 5%有没有调薪？有没有依据这个调薪？没有哦。结果是我没有调，然后退休的人往上调，CPI 调，那我要付这个钱。第二个就是说，你现在拨补到底是不是一个公平正义的事？拨补，你算劳保跟劳退，劳保1000多万人保，劳退是700多万人保，劳退。那现在出现一个问题，请问你劳工缴的税金比较多，还是公教人员税金比较多？
你公教人员所缴的所得税能不能补得过你自己的年金 ？OK， 哎，你说我劳工缴钱嘛，你拨补回我劳金要劳退的时候，你要保障我的退休嘛，合理嘛？但是你公教没有道理拿我劳工的钱去帮你拨补嘛，没有道理吧？那你现在这样一搞的话，很可能是你的劳工跟军公教，你必须拿劳工缴的税去补你军公教，那你说你世代感跟职业别造成的那一种剥夺的感觉，它会更强烈。来，小编，国民党要怎么样面对像这些？国民党现在就一定，我觉得会过，就是到说12月应该2018到现在大概第6、7年了，就停了这样。好，我这样讲哈，这不是零和游戏，大家希望有机会在你节目理性探讨一下，就很市侩就谈钱。今天哈也有第三条路，第一条路就是去维持现状，就是继续一直砍下去。第二条路就是从今年开始停，那以前就算了，往下就是不扣钱了。我用白话文讲啊，我讲啊，到现在6、7年来哈，平均每年砍的钱啊，就是400亿，400亿哈。然后，可是这10年当中发生了4次的大弊案，我们两个哈，就是一个就是找这个投信代操。你知道今年前5个月，从1月到5月亏了450亿，这是个，就是简单讲，我也不要你赚那个7%那个高风险，3%就好了，尤其现在这几年股市顺风，股市好的时候多赚一点，度小会少赚一点，那你那个4.4兆啊，哎，这个分母很大啊。我跟你讲，吃烧饼哈，那块烧饼4兆，掉芝麻就几百亿。好，如果有第三条路，就是说有赚钱他就补你，有没有这种第三种思维？我跟你讲，而且贪污的抓起来，你知道以前监察院什么医药棚什么都要申请调查，就是以前啊，10年前啊什么调查等等。如果能够1没有弊端。2呢怎么样呢？2就是怎样？就是然后能够赚一些钱贴补，好不好？我不要讲说全部贴补，这是一个第3个思维。好，再回来，各位讲一下，你想要靠抓捕贴补那个退休年金是来不及的啦，因为所有被贪污掉的钱被追回来的第一个很少啦。我就讲一句话，从今天开始，那些投信要不要管一管？不，你今天这个窟窿在漏水啊！台北市漏掉水业水库2、3座，后来慢慢换管子少漏一点，对不对？好，我讲方方面面，还有我最后补一句就好了，就是你非要搞成职业别的阶级斗争，很简单，那个老农津贴就是民进党的基本盘，军公教就是我们的基本盘，都不要吹牛，这个不能失，你知道吗？那个老农津贴就是民进党的基本盘，军公教就是我们的基本盘，都不要吹牛，这个不能失，你知道吗？老农年金是张家俊的基本盘，对了，农业县嘛，可大部分还是执政的还是民进党多嘛。我讲农业县左水西以南，好不好？所以我觉得啊，就可不可以有多一点思维，还是回到钱去解决问题，先不用对抗来解决这个问题。来，立委，来，俊秀委，劳退基金在9月赚了2000多亿。所以想，这本来就会有赚有赔。对了啊，他1个月就赚2100亿了，整体绩效这几年因为台湾股市涨，这些劳退基金，各基金都赚钱。那重点是赚钱不会，你也要有危机意识嘛。这种赚的钱你不能当为你的经常性收入。其实年金改革是少见的蓝绿共识最早喊要砍年金要改革的是马英九。马英九当时还把那方案都送到立法院了，那国民党团不敢碰了。后来民进党开始当然就是财务危机嘛，然后财务的压力嘛。民进党的版本还比马英九的温和。那这个是国民党的脸书啦。国民党有说到一个什么人才不能留下我也画起来了。什么再多的F16都守不住台湾。第一个，照目前的年改是在任的，尤其是军人。他以后退休会比旧制改革前领得更多。这个为什么要这么改？就希望能够，因为我们是募兵嘛，希望能够招募新的心血，到公家单位、到部队来嘛。好，那你现在国民党说要改，他的理由是什么？第一个，他也承认有财务危机压力
哦，而且他说我改这样，国民党还说改这样没关系啊，这样只是那个基金哦，退休基金提早4年破产而已啊，还是破产。那你为什么要改？啊，他表示说哦，第一个这绝对是政治考量。那如果今天谁掌握多数，谁有权利，谁就改。哇，那我们台湾的退伍制度不得了了。那以后大概会被经常性的被改来改去，而且改的考量就只有一个选票嘛。OK，当然这个议题在12月的时候，是不是年改这些相关的一些议题都会过？那整个社会的反应又会怎么样？但是最近这几天，来清华。太子集团，你看到那些跑车的照片，你看到说那只是大家看到的一小部分，那个豪奢的之间，那真的让大家觉得瞠目结舌。我们这几天看到媒体上所揭露说有30几台跑车、名车啦，对啊，那个我跟各位报告，那真的是太子集团的一小部分，而且这个部分等一下我们会跟大家讲，那真的是很小的部分。然后说在台湾什么冻结什么跟他什么40几亿，那个也是太子集团的一小部分，还是真的蛮小的部分。好，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你看到那个是跑车什么，你看什么保时捷啦、法拉利啦，那个对他来讲真的没有什么，而且这些东西是他要转换成未来要转换成现金的工具，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去买名车，然后一方面他在台湾去买像什么这个豪宅啊，这个什么一口气买11户，对，买11户，而且连管委会都听他的，所以有消息管委会还通报给他，所以你看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因为很简单，对他来讲，这些都是他可以把他原来的钱转成是这些名车跟房地产之后，后面再转成变现的工具、变现的方式。所以我们要先讲说这个太子集团到底是干嘛啊？因为我刚好在2018年那时候去柬埔寨，所以他们那一段的转折哈，所以你就参与了太子集团并没有，我是从当时去柬埔寨的时候听到台商怎么描述太子集团，因为你知道那个时候的太子集团大到什么程度呢？那个在柬埔寨台商应该都知道哈，这太子集团在柬埔寨呢是要航空公司有2家航空公司，要银行有银行，然后投资这个赌场啦、饭店啦，而且开了一堆，然后建案盖更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我光是等一下给大家看它光是其中一个建案就1000多户一户那时候在台湾也有销售，一户要卖折合台币450万，所以以它1400多户规模来看的话，它总销量那个在台湾什么冻结45亿，那真的是很小部分的小 case 所以我们给大家看这个就是我那时候2018去柬埔寨的时候呢，当时呢很多台商都跟我讲。哇，那个太子集团在柬埔寨啦，这个赌场开幕、饭店开幕，然后呢经营的旅行社开幕，都会找柬埔寨的总理、副总理或是部长去站台。那这些人去站台呢，还有不同的价码很公道，多退少补这样。所以你可以看多退少补真的是站台有价码，站台有价码，连进口那个外劳啊，部长。都有价码，好不好？那个都是要钱的。然后呢，当地的台商跟我说，柬埔寨的当时2018的时候，他们说柬埔寨的大小官员从中央到地方的特色就是大家的价码呢很公开、很公道啦。所以呢，他们曾经比如说土地变更去找官员来呢，多给了钱的时候，官员还会退钱给你这样。所以你就可以发现这个对在这么公道。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给大家看的这个照片上面呢，就是这个太子集团现在就传出来他的头是陈志嘛，但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陈志他不会是真正的这个所有人呐。那为什么这样讲？你看，这是陈志跟那个柬埔寨前总理洪森，现在的总理是他的儿子，他们当时的这个照片。那为什么我补旁边这一张呢？旁边这张还是要让各位看一下，因为在2020之前，我们都只看到太子集团的气派，在现在才看到说，你看这么多的手机墙，这就是不断的发出那些诈骗的简讯、电讯出来。这个手机墙就是美方所掌握的照片资料是在他的诈骗园区里面用于诈骗用的手机的状况。所以你看这手机墙有没有很壮观？非常的壮观。所以大家接到那个简讯的时候，你就心里要现在要有判断能力，所以各种那个奇怪的诈骗简讯。然后再来，我们给大家看这个太子集团呢，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起家的？我跟你讲，一切的事情就这么的巧。这个陈志现在太子集团的这个被认为是首脑，他现在37岁，对不对？那为什么用这张图给大家看呢？他最早在柬埔寨他是2011年到柬埔寨去但是当时他也没有闯出名堂他就这么巧，在2015年。就是习近平提出来要做“一带一路”之后，2015年中国大举进军到柬埔寨去的时候，然后呢，这个陈志呢，他当时就这么巧的有了20万美金，有人投资他，让他去做房地产开发。然后所以呢，这个整个太子集团它有3个主体，第一个就是它的房地产开发，第二个就是它的银行，所以它的太子银行是它的主体之一。然后第3个是它太子集团在干嘛？就是盖酒店啦，然后呢盖这个饭店啦，盖赌场啦。然后整件事情为什么我说这个？你看这个
过去这几年在台湾，台湾其实为什么受到影响，是因为本来人家是在柬埔寨在做发展，然后柬埔寨他一开始是去做房地产，那时候还没有碰到诈骗这个事情。然后呢，在柬埔寨在做的时候呢，当时啊，这个太子集团开发的重点呢，这个我那时候是去金边啦，然后特别到西哈努克港去看。在西哈努克港这个地方，你知道这个地方呢，中国人比柬埔寨人还要多。然后当时我去柬埔寨的时候，你知道连幼稚园在招生的时候，主打说我们有3种语言，哪3种语言？告诉你柬埔寨文、英文加中文。所以你就知道去的中国人有多少。然后在西哈努克港那边，因为是一个经济特区，因为对中国来讲，它在“一带一路”的时候，那是一个深水港，所以它要特别开发这个地方。结果呢，中国的钱大举进军到西哈努克港的时候，你知道西哈努克港这个城市哦，当时只有7万多柬埔寨的人哦，可是中国去的人有20万哦，比当地的人还要多2、3倍以上哦。结果到了西哈努克港去了之后，那个地方呢，大家在做什么？去做除了赌场之外，做线上博弈很多。就做线上博弈发展了一阵子，你知道这个中国人在西哈努克港到处都是的时候呢，中国当时做了一个决定，他发现不对，做线上博弈这件事情让中国有大量的钱从中国转移到境外去。然后被这些线上博弈的赚走了，所以当时中国对柬埔寨和菲律宾施压，说要求他们终止这些线上博弈的营业。结果就一终止，2019要这个要求出来之后呢，因为你知道柬埔寨大部分都是靠中国投资，所以一终止之后，2019到2020大量的这个线上博弈关闭的结果就是呢，西哈努克港留了一堆烂尾楼，然后开始空城变多，所以它开始转型变成诈骗园区。所以当时中国对柬埔寨和菲律宾施压，说要求他们终止这些线上博弈的营业。结果就一终止，2019要这个要求出来之后呢，因为你知道柬埔寨大部分都是靠中国投资，所以一终止之后，2019到2020大量的这个线上博弈关闭的结果就是呢，西哈努克港留了一堆烂尾楼，然后开始空城变多，所以它开始转型变成诈骗园区。所以当时它变诈骗园区，2019年的时候呢，对这个我们讲说太子集团呢，那个时候很有趣哦，他们博弈做了一件事情哦，他们觉得台湾可以当做一个据点来做线上博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这2天讲出来，不是101有他们的公司，然后在做有招募线上博弈的工程师，有做线上博弈的客服，所以呢，他们把据点呢其中之一大量的砸到台湾来，所以台湾才会让大家看到有这么多的状况。所以呢，我们给大家看哦，这个是现在你都还看到资料，到今年呢。太子集团旗下的不动产公司还在台湾在推关于这个建案的销售、柬埔寨房子的这个买卖哦，然后到今年还参加国际不动产展览哦，这些都是他们的文宣哦。然后为什么我说对他们来讲，这个我们现在看到钱都是小 case？ 你看，这是他当年2017、2018的时候推动的一个案子，叫太子天喜湾，在西哈努克港。这个案子呢，当年在台湾呢也推过，在台湾推过也找人代言过。这个案子呢，就是1400多户，然后呢，每一户大概平均这个。要450万以上，那为什么我用这张图给大家看呢？因为中国的一带一路这个钱呢，这个也不是给别人赚 ，OK， 他给中建4局，就是上面母公司就是中国建设公司，换言之就是中国的央企来接他的工程啊。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太子集团在海外的布局，在柬埔寨部分跟中国的央企还是大有关系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给大家看这个时候是告诉大家说，这就是为什么他的钱呢数量非常的庞大，然后对他来讲，他为什么一边做诈骗一边有这么多的这些出口？因为对他来讲，银行，然后这个赌场、饭店，然后跟房地产都是可以帮助他把诈骗这边的钱把它洗白的工具。所以对他来讲，你看，这就是为什么他在台湾这样的布局，他还觉得不够。他还去投资直播平台，因为投资直播平台呢，他可以把他的钱转成抖内，转成打赏，丢到直播平台去，再把它转成其他比较干净的钱。然后呢，他觉得这样还不够，他还要照帛琉去寻找那边有没有小岛可以当做他的据点，免得被国家主权影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整个太子集团呢，它扩展的非常快。而且我告诉大家，这个陈志在台湾，因为他之前来了很多次，在我们信义区有一家饭店，他很喜欢入住，所以他甚至在脸书上还有追踪台湾的一些艺人，所以表示他跟他们还有往来。所以这就是你看哦，你不要以为太子集团距离我们很远，不是，他其实到台湾来很久了，而且跟我们台湾看起来蛮多人士都有交情。那现在传出来哦，最新的消息是太子集团的干部呢，因为他们过去这些行为有被注记了，所以现在传出来说，他有2个核心干部，一个叫刘学峰，一个叫李晨晨。这2位多次来台湾的时候呢，是找国民党的立委哦。现在消息爆出来，一个是李德维国民党前立委，一个是林思明现任的立委，找他们来处理入境的事情啊。然后呢，这个我们平衡讲一下，林思明办公室的回应是说，
这个他们只有协助民众询问行政机关申请流程，那这句话意思是什么？有没有接触到？有接触到，但他只是协助他行政询问。然后李德维说这件事情他不回应，所以呢，整件事情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在台湾呢，我们说接触的范围已经很大了。所以你看那个名车跟那个豪宅呢，我们这样讲，那个是冰山一角啦。他们在台湾所持有的子公司有多少，跟建立资产的部位有多少，恐怕超出大家的想象。我觉得检调搞不好掌握的都还不是完整的面貌。其实。上公，你可不可以简单讲一下？大家都很好奇，他们可以豪奢的程度，大家只看到什么游艇趴，然后说找一堆的美女啦，或者是小模啦，什么这些，他们的豪奢会豪奢到什么程度？因为这种问题一定要问你，豪奢到什么程度啊？其实就这样讲啊。其实你知道，因为他那个有一个特助嘛，哈，以前就是一个苏安碉堡那个吗？南京东路的某知名的酒店出身的那个经理人嘛，哈，就讲他的那一家酒店了，哈，讲鲍武庄就好了啊，就讲他的那家酒店了，龙开头的，对不对？那个是哦，懂的人懂啊，不懂的人不懂啊，就是说。那你懂的人，你8点多打电话去说，我10点要去啊，好，那不是这样而已哦，就会跟你说，你先把小姐框下来，好，啊，你12点去的时候，你再去，什么叫框？我学习一下啊，你少来了，你可能比我还懂，然后他会帮你先框下来，我要去多少人，你帮我留多少人，当然，你其他客人12点去的时候，你就发现，哎，奇怪，你们这家店怎么小姐都变丑了？啊，你12点去的时候，你再去，什么叫框？我学习一下啊，你少来了，你可能比我还懂。然后他会帮你先框下来，我要去多少人，你帮我留多少人。当然，你其他客人12点去的时候，你就发现，哎，奇怪，你们这家店怎么小姐都变丑了？哦，就是他可以先挑，那好的都先挑，他会交代你先弄出来嘛，哈。然后那一个最大的厅哦，应该可以做到20几人啊，20几人吧。然后你那个小姐，你框下来的话，你都不做什么事哦，就留下来哦，全部不准跑哦。大概一个你大概算18000到2万，18000是多久？一个晚上？对啊，就9点到3点。哦 ，OK， 你怎么9点结束嘛？我也是慢慢学习。他也是社会哦，所以你算嘛，你那里面10个就要多少钱呢？20。酒钱还不算哦，随便就几十万。你说18000，我们算2万嘛，酒钱都还不算，酒钱都不算，就不算了哦。然后你那一个，你光看这样一东啊，其实有时候就小姐买出场，买出场陪吃宵夜而已哦。那个你要多加多少钱啊？所以那一下来的话，你整个玩下来的话，什么事都不做哦。我们说晚上哦，就纯吃到宵夜为止哦。如果10个人去的话，那个50-60万、60-70万跑不掉哦。我们还没有算到酒钱哦。60-70万跑不掉哦。那你说那个游艇趴哦，那个游艇趴会更贵哦，因为你是外交出来的哦。那个加的钱又不一样。那一个晚上游艇趴大概要多少钱？哈，游艇趴，如果你叫个10几个什么，你说叫女孩子叫10几个，每一个价码不一样啊。你要看你是从哪里叫的，那个价码会不一样啊。然后基本上会去找各国哈，你一次可以找到各国哈，大部分都是找经纪公司啊。不会是从店里调出来的啦。好，你要各国，现在台湾很发达，就你打一通电话，你到餐厅要吃饭，你要找别人来打一通电话，他会问你要越南、泰国、菲律宾，真的是这样啊。OK， 我是不是要装的不太懂一点？你要跟小平一样，好不好？啊，我也是最近才学的。OK， 所以他是找经纪公司，问那个然后社会记者，会找那个经纪公司的那经纪公司里面，其实他还有分哦，他还有分价那个女的她还有分价码的哦。就当然身材好漂亮的啊，什么什么，他还分哦，你还可以，他还会事先传相片给你看哦，然后你可以补充爆料，等他先讲完。没有，他还会传相片给你看，然后你勾选哦。OK， 啊，对啊，所以你用完了，那当然你说
另外你要包养用另外一样啊。所以说为什么那一个他一个特助，为什么在处理这一方面的事情，不管李天啊，或者是那个陈志啊来的时候都很满意，因为你看看上酒店的小姐长得不错，要包养300，他是跟他可以喊到100万的，马上让活生生的节省200万。喂，人家经验丰富了，这个我就做不到了哈。人家经验丰富，所以你说某一些很大的集团里面，无论他是在设私人招待所 ，OK， 或是集团里面要去摆这种面子做的，其实他们都会安排1-2个懂这种门路的人。刚才讲到，这为什么大家痛恨诈骗集团，就是因为他们的钱，刚才讲到的那些，那可能不是富可敌国可以形容，但是有多少人是因为这个样子，包括家破人亡，所有这些。那好，那总是有被看到这个时候。那接下来呢，大家除了看到他们因为用这样子的不法之前，然后结果后来过这样的豪奢生活，接下来就在各国那严厉查缉之下，那到底后面怎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谢谢我们这边。我们下周见，拜拜。